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身子弱，不是这里出毛病，就是那里出毛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来扰。而且这些问题呢，你说你要去医院做个小的一个刀吧，其实也不至于。但是呢，你如果说不去解决吧，你去看了吧，它也是一直缠着你自己，就是很难受。有的朋友即便有很强的这个养生意识以后，你会发现这些问题还是困扰着你。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免疫力免疫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样的免疫能力，有的人他的免疫能力好，他80多岁以后他依然很强壮；有的人呢，他天生生下来以后他的免疫能力就非常的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从小到大各种各样的问题总是找他麻烦。你没有经历过的人，你是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所以呢，今天大伟就把咱们各中老年朋友们常见的一些问题，把它摊开了说透了，让大家知道怎么办，以后不再迷茫。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你要知道，先天上面的一些弱的问题，我们都是可以去加强的，而不是说我们束手无策。那么如果说你非常依赖于去医院或者一些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不一定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能力调节，加上我们自身的一些锻炼，就让整个人的状态起来。所以呢，中老年朋友们你记住，我帮大家简单的概述一下，就3点。一个，平常多关注自己的体态。什么叫体态？你看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平常总是佝偻着这背这个背总是勾着，脖子往前探着。你都这样了，然后你说老师，我这个脑供血不足，我这个肩膀疼，你当然会这样了。我们就算好的人，你把肩膀天天这样，你去勾上1个小时、2个小时，你去活动一下肩膀，你都打不开。脖子后面只要一往前，你会发现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头都抬不起来，整个活动都被打乱了。你这样的话，你往上走的这个脑供血能足吗？肯定就不足了，对不对？所以日常当中我们要多关注我们的体态，整个人要板正起来，直起来。那怎么去板正呢？非常简单，家里面都有墙，是不是？每天把你的背后这2点，每天就对着墙，把你的腰部、腹部一收，对着墙。刚开始可能困难，你就这么对着墙去站，脚跟对着墙，每天就这么站，很简单，是不是？墙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参照物。你身体越能贴近这个墙，把它站好，每天3分钟到5分钟，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体态就起来了你体态起来了，你里面的我们的五脏、我们的心肺，它就会回归到一个相对较好的位置。所以呢，首先我们老年人中老年人朋友们也要去关注体态。那么说到体态，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钙含量足不足不要忘记补钙。有很多朋友他体态不行，都是因为你看孩子小的时候知道给他补钙，自己长大老了以后不知道补了。钙怎么来？平常那个小虾米干的，是不是？我们要把它切一切，剁碎了自己烧饭的时候多放一些那个小虾皮，平常多晒晒太阳。没事的时候去给我们的大的这个，比如说膝部进行一些敲打。每天没事的时候多震震脚或者你靠一靠墙，多撞撞墙，都是非常好的，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如果你感觉你是因为钙含量不足，你就每天没事撞一撞，跺脚也行，撞撞墙也行。如果是体态不好，单纯体态问题，你就去站着墙，很简单吧？第一个是体态，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心肺功能。心肺功能这是一个大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这个心肺功能太差了，太弱了。弱到什么程度？起来走2步路没有劲的，蹲起来一站起来，哎呀，眼前一黑；躺着一起来眼前一黑。这个是什么？你的这个心脏要把它强化。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我们如果心肺功能不好怎么办？在家里面去练习超慢跑。超慢跑这个动作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内容给大家分享过，无非就是原地慢跑就是原地慢跑，没有什么讲究手摆动起来就行，这就是超慢跑，每天3到5分钟，是不是非常简单？你花了时间去做，总比你以后提着这个拎着那个去这个大房子去医院里面排队2、3个小时要强得多吧？每天花上3、5分钟的时间，非常简单超慢跑练起来，然后第3个去关注什么？去关注你的手掌，
你的手掌的话，你要去看你的手掌厚不厚。有的朋友这个手掌啊，薄薄的一层，特别是我们虎口这个位置啊，你去看一看厚不厚，捏一捏。如果说你的手掌不够厚，那么一定要记住啊，平常没事的时候，把你的2个手指捏起来，把虎口凸出来的点这么去敲，每天去敲上一个200下，就这么去敲。这是一个生阳的口，把你的阳气往上升的啊，每天就这样去做一做。这样敲200下以后，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虎口变得饱满了。同时，饮食上面也要注意，就比如说我们要红枣啊，像洋葱啊，这些都要多吃一吃，包括一些蛋白质，鸡蛋当中啊，优质的蛋白嘛，你看蛋、奶、鱼、虾，这些都要多吃一吃啊，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你这样去按照去做，按照这个思路去走，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你的身体啊就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因为身体的发展它是均衡的，首先需要原材料，原材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蛋白质是需要的，优质的蛋白，不要植物的蛋白啊，优质的蛋白就是蛋、奶、鱼、虾、肉，就这么5样，你去找就行了。鱼和虾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其次就是钙含量，钙含量有的朋友是吃钙片，吃了不吸收，为什么？你每天去吃，你身体都没有这个信号，它怎么去吸收？你就要去跺脚，每天去跺脚，你让你的骨骼开始感觉到它的脆弱以后，自然而然有信号以后，它才会吸收。所以跺脚和撞墙配合钙片，配合太阳补钙，这样总结一下，明白了吧？再一个就是什么？你的体态不行的就去站墙，很简单。还有一个很好的锻炼动作，如果说年龄大一些的朋友不要去做了，60、70的都可以去做，去吊单杠，啊，双手抓着这个单杠去吊。如果说你吊不起来的，你就怎么不做呢？每天这么去捏，把手这么去捏，增加自己的握力。啊，我们身上讲啊，这是第1个心脏，小腿第2个心脏，手上这么去捏，第3个心脏。啊，就这么去捏，每天去捏，按照这个步骤去走，你不需要去做很大的、很累的一些运动，就这样去做就够了。啊，这就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咱们很多粉丝朋友们关注大伟啊，喜欢大伟，一直支持大伟，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掏心窝子的话，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一波关注。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腿脚是不是特别的沉重啊？感觉就像灌着铅一样，出去走路啊或者爬楼啊，都感觉这个腿脚啊又沉又重。特别是做这样的运动啊，比如说腿往上抬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里面的肌肉啊就仿佛生锈了一样，变得特别的僵，特别的紧。咱们自己啊摸一摸，自己想一想，感受一下你自己多久没有给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个深度的拉伸、深度的拉筋了？很多朋友啊，我让大家你们摸一摸大腿的后侧，摸一摸你的小腿，你去摸一摸，仔细感受一下，是不是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小疙瘩、小结节？这些是什么？就是堵着的点。我们没事啊，至少1周要去给我们的腿部做1次深度的一个拉伸。我今天教给大家2个方法，你们这样去做，你会发现，当你的腿拉开了以后，你这个腿脚啊就很有劲，而且走起路来也会非常的快。这个感受啊，都是我们做完以后就能达到结果的。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感觉动作有用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看内容。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来讲小腿的拉伸。小腿呢有第2心脏的一个美誉啊，所以小腿的拉伸很重要。小腿的拉伸怎么去拉呢？常见的是让你的这个脚啊踩在楼梯的台阶上，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台阶，对不对？我们脚就踩上去，身体往前，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拉伸方法。那么今天我教大家另外一种啊，大家可以试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既能锻炼到我们的大腿，也能去拉伸到。那么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要拉伸的腿放在前侧，身体往后侧的腿去靠，整个腿啊承受着，你看单腿承受着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把我们的这个脚前腿的脚跟，你看放在地面上，然后整个人往后啊，身体你看往后这么一拉，脚尖往上去勾，腿往下去压，这么腿往下一压，好，就这么保持住，脚尖用力的往上抬。这种拉伸方法和我们啊放在上面这个台阶上面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拉伸方法它是有技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通过了它的一个这个对抗肌，比如说我们的胫骨前肌群，它的一个发力，就能让我们的腓肠肌能达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拉伸层次。你看，这么一做就行，手往前这么一抱，
做上一个3到5秒钟，动作也非常的优雅，然后再换一遍，身子一转，转好了以后，把我们的身子调整好，脚往上一勾，大家注意看，脚往上一勾，往下一压就行了。这就是小腿，你脚抬的越用力，小腿绷得越紧，包括你的大腿后侧都有这种感觉，保持住，好，3到5秒钟就行，然后再换腿。这样的话，你来回的换一下，你会发现大腿的肌肉也能锻炼得到，小腿也能拉伸得到，这是动中带练的一种效果。然后呢，我们做完了小腿以后，大腿的拉伸常见的是怎么样？常见的是这样去拉，对不对？我们很多跑步的朋友都会这么去拉，手扶着墙，脚这么去拉，脚往后越抬，你这个大腿前侧拉的越不错。这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我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小细节。你们去注意手抓着脚脖子，另一个手扶着墙，把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你看往后绷这个脚你看往后，就是说脚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往下这么压的动作，你看这么压着，绷紧了，绷直了，然后脚趾也要往回这么抠着这个咱们鞋底的感觉，这么一拉一抠，然后再转一转，脚脖子再转一转。它就能更好的、更深的把我们的这条经络给打开。所以你看，拉伸当中有很多种方法，但是里面的细节讲的人不多。你们去试一试，你单纯的做完一条腿，两个腿活动一下，你会发现两个腿感觉完全不一样。好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大腿内侧。日常当中，我们经常可以把腿怎么样分开来，比我们的肩膀要宽宽大概1.5倍左右。然后你看，这时候我们臀部胯部，你看往一侧一歪以后，你能发现这里这条线它变紧了，这是我们内侧变紧了。然后变紧了以后，我们保持住，用你的另一个手去拍打我们的大腿后侧，从下往上去拍，拍到哪里？拍到我们的臀部后侧，看一下往上。手呈空心或者拿小拳头都行这么去拍，胯部一定要歪着，它就像弹弦一样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弦绷紧了以后，像弹那个吉他一样，慢慢的把这个弦给它弹开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的胯部往我的左侧这个时候我的右腿它不就绷紧了吗？我从后面就顺带着直接，你看很自然的就这么拍起来了，拍的感觉非常不错，一直拍到臀部拍到臀部，你千万别拍到这个大腿根部就不拍了，拍到臀部拍到臀部继续做个3遍，你这个筋就打开了就这么做，做完以后你去转一下你的胯，你看轻不轻松？去转一下，绕一下，你看一下。腿拉开了，你会发现脚底就发现非常的舒服。有的朋友一拉开就感觉一股暖流往下涌，特别的棒。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一共3个动作，分别是我们的小腿的、我们的大腿前侧还有我们一边拍一边打我们内侧的3个动作，你把它结合起来去做，会让你的腿部不一样。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腿脚的根在于胯，很多人理解错了，他说腿脚的根是在于脚，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呢？你记住你的胯的好坏就决定了你腿脚的状态。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可以这么去想就是我们把手放在这儿胯的位置，你把你的腿这么去活动，你会发现里面一个凸起的硬硬的东西在来回的顶你的手掌，这个地方叫做大转子。你听它的名字就明白了，大转子像个轴一样。那么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你看腿来回摆动是围绕着哪里转？是围绕着这里转，对不对？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大步跑步的时候，腿往后蹬的时候，你会发现腿的摆动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整个胯部，所以叫腿脚的根在于胯。这个胯这个地方咱们如果说摆动的越大，理论上来说，你的走路你的跑步是越有力量，你的腿迈动起来也会有劲。现在有很多的人他是走路的时候这个腿抬不起来，腿特别的重，而且呢这个腿感觉
就是里面很多地方堵着不通，是为什么？其实就是你的胯这个地方没有打开。如果你的胯经常上锁，锁久了以后，你的整个胯部就僵了。胯一僵，你的走路就开始怎么样？摆动幅度会慢慢的变小变少，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打开你的胯，把你的腿脚的根给打开。胯只要一打开，你会发现腿脚走起路来有力气，走起路来又快。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胯怎么打开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掌握绕胯法就行。怎么去绕啊？很简单啊，大家看哈，我们平常常见的啊，一般都是这么去做啊，绕胯。你看很多人运动的时候都会把胯绕一绕，为什么？要让我们的这个腿啊摆动幅度变大。但是这只是绕胯法的其中一个环节，我们正确的绕胯法是这样的，你看，以我的右侧为例啊，把我的右腿往外去迈开，脚尖点地啊，大家看好，腹部收紧，然后把我们的腿向外侧去抬，抬上来以后向内去折，折进来以后往下去绕，这个就是叫做正绕胯，然后反绕胯，就是我们常见的，再来。正绕胯，反绕胯，啊，你这么一来一回，就把这个胯里面的这个结、这个锁给打开了。所以我们记住，起脚的姿势是这样的啊，脚往外迈开，抬腿夹，然后往下，然后再去一个连贯的回来，再抬腿夹，再回来。这么一来一回连贯起来，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啊，这条线都很酸。为什么？你这个地方啊是经常不怎么用力的，它也是一些结，你把它打开了以后啊，这个地方慢慢就好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朋友啊，一些新手，他站都站不稳，你让他去绕胯，他很难做到。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去做，找一堵墙，你扶着这个墙，先把脚往外打开，先练习什么？抬腿，先练习抬腿。你在抬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就在用力，抬腿上来以后折，往下，然后一气呵成绕回去，再抬腿，抬个2、3下以后，抬腿折下，一气呵成再绕回去，这个你就把胯给打开了。你看绕完胯以后，我这个腿啊随便摆动一下，你看一下，非常的轻盈。再换这一侧，这一侧没绕啊，看一下。摆动的幅度是不是没有那么大？其实我用的力量啊，你看，我用的力量啊都是一样的，摆动的幅度是不是没有那么大？这个腿你看摆动起来，轻轻的摆动，它就能像鞭子一样甩出去。为什么？胯打开了，走起路来，你如果闭着眼睛走路，你会发现你的腿都会走的是歪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它灵活了，它迈的步伐会更大。所以我们每天绕胯，右腿绕完了以后，你的左腿千万别忘记。折起来，下去，再一个绕回去啊！你看就很简单啊，就这么去绕就行了。每天多做一做，记住腿脚的根在于胯，把胯打开了，你的腿和脚就会非常的棒。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大家一定要记得，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经常感觉自己的头上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每天头这么一晃，后面就感觉晃荡荡的啊，特别的难受？或者有些朋友啊，只要一刮风一下雨，就总是感觉这半边会有一种嘟嘟嘟这种跳动的感觉啊，半边啊感觉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看到这个视频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因为我在这里呢要教给大家一个叫做八字锁。这八字锁你跟着我去做，把头上的一个开关给它解开，你会发现整个完全就不一样了。头上的大石头套着的紧箍咒啊，这个感觉就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大家。咱们这里啊分享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如果你感觉好的，你留下一个评论，打上“有用”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可以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简单啊。所谓八字锁，就是把我手伸出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八字啊？这么看一个八字。那么呢，我们先用2指这个位置贴住我们的耳朵，就这么贴住。贴住耳朵的时候，你们
前后上下去摸一摸，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平台，就围绕这个平台，咱们进行一个上下的推动。大家可以看，来上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啊，咱们不能直上直下，因为这个手推起来，你看我直上直下的话是有弧度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耳朵是有弧度的？它其实就是引导着你怎么样做一个有弧度的向上推。你看，这才是正确的啊，跟着这个耳朵的弧度来慢慢的往上，1、2、3。做多少下你们自己数，做上20下。刚开始跟着我做的朋友们，我不建议大家2个耳朵一起做，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找一种对比。你看，我们做上20下以后，当你手松开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啊，你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推，把这里微微的推到有一点发热，你自己数20下左右就差不多了。当你把手松开来的时候，我们感受一下。这半边和这半边是不是两边开始感觉有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朋友啊，感觉耳朵听东西啊，都感觉一根针掉到地下都能听清楚。这是什么？这就是打开了一个开关，这才是半把锁。那么2把锁合在一起才是一把完整的锁。所以呢，打开半把锁以后，咱们先不要窃喜，再把另外半把锁打开，你会发现不一样。怎么去做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看。把我们的手掌伸起来，然后这个位置啊成一个直角，这里有一个小窝窝，我们用这个小窝窝刚好压住我们的耳朵。每个人这么做啊，你看，把我们的耳朵这里给它压实了，压实了以后，头转过来，大拇指贴上去，这么贴住以后，你看，就这条线叫做等身寸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么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用手慢慢的从外向内。就这么去推，慢慢的由外至内啊，去20下到30下，慢慢的去推。推的时候头别低着，别低着推啊。你这个单手先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感觉。慢慢的，当你推开来以后，也会有这种热热的感觉。就这么去推就行了。推上一个20下、30下以后，你自己感觉可以了，我们把手松掉。松掉了以后，你再活动活动头，你会发现不一样。那么咱们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她头上容易扎着一些辫子啊，或者盘扎一些头发，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顺利了。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咱们女性朋友做的方法，点着这个点，对不对？还是一样找这个角度啊，找这个横线，点着它以后，慢慢的动一动。然后再往内动一动，每个点转一圈，每个点转一圈，就这么转，把这条线给它解开，推到我们中间的这个窝窝里面，从外到内去推。如果你做到后面可以的话，2个手一起推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推完以后，我们现在就来做对比啊，两边找一下感觉，是不是发现有的朋友脸上开始发热了啊，左右开始感觉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差距啊。当你确定了这个动作对你感觉有帮助了以后，咱们就开始以后2个手都可以去做啊。这个由外向内去推一个8字锁，2个就是这样啊。你记住这个手势，基本上你就把这个动作给记在脑子当中了。而且你记住啊，咱们所有的动作讲的都是细节，而这些动作好不好也是在于这些细节。好的动作要又简单又快，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好的动作。所以我把这个干货分享给你，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给咱们点上一个关注。在别人那里呢可能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